俄乌冲突爆发已经2年多了，有西方国家仍然在煽风点火，促使局势升级。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也在为停火止战积极斡旋。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介绍了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近日围绕俄乌局势展开的外交努力。3月2日至12日，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了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德国和法国。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相关各方举行会谈，深入交换意见，穿梭斡旋，传递信息。各方高度重视李辉特代此访，对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表示赞赏。 汪文斌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经2年多了，2年多来，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凝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搭桥。当前战事仍在持续延宕，局势还面临着升级外溢的风险，最紧迫的就是恢复和平。中方真诚希望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推动局势降温，为尽早实现停火、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共同努力。中方将继续坚持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虽然说与第一轮穿梭外交的行程路线和所谈及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凝聚各方的共识，寻求推动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政治解决的最大公约数，为这个后期的政治解决寻找有利的谈判的条件和一些政治共识的积累。 不过，有西方国家仍在拱火俄乌冲突。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8号就表示，来自北约国家的士兵已经出现在乌克兰。这是继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乌克兰派兵言论后，又一个西方国家高官扬言支持北约向乌克兰直接派兵。针对希科尔斯基的这番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北约国家已经无法再隐瞒这一点，否认北约向乌克兰输送军事人员的事实毫无意义。 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希科尔斯基的言论将直接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并可能产生危险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俄乌冲突仍在激烈进行之际，却传来了俄海军司令被解职的消息。据俄罗斯消息报10号报道，俄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已被解职，由北方舰队司令亚历山大·莫伊谢耶夫接替其职位。俄媒丰坦卡报称，尽管叶夫梅诺夫在国防部网站上显示的职务未变，但俄海军高层内部已形成明确意见，即叶夫梅诺夫不会回到他的办公室。 法新社11号分析，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叶夫梅诺夫的去职将是自去年俄空天军总司令谢尔盖·苏罗维金被解职以来，俄罗斯军方高层的最重大人事变动。 对于这一人事变动传闻，克里姆林宫11号拒绝置评。现年61岁的叶夫梅诺夫于2019年5月被任命为俄海军总司令，此前曾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和北方舰队。莫伊谢耶夫与他年纪相仿，也是一名潜艇兵，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舰队服役。 俄方长绍伊古曾称赞叶夫梅诺夫在解决俄军联合战略司令部面临的复杂任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海军岗位上，他将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素养。然而，这位专业知识过硬的俄海军总司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处境却越来越尴尬。俄黑海舰队一共才80多艘舰艇，但截至目前，至少有20艘舰艇被乌军偷袭击毁，其中包括旗舰莫斯科号、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等大型舰艇。 至于被击沉的小型巡逻艇和运输船更是数不胜数。而在今年2月，凯撒库尼科夫号被乌军击沉后，俄罗斯方面一度传出过黑海舰队司令维克多·索科洛夫被免职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对黑海舰队损失反应如此之大，是由于这支舰队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的写照，还在2战期间为克里米亚、敖德萨等地区的解放立下过汗马功劳。 然而，自从俄乌冲突爆发后，历史悠久的黑海舰队却在短短3年内损失了近乎1/4的舰艇。分析认为，如此惨重的损失，自然要由舰队司令索科洛夫和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共同承担。 此外，乌克兰基辅邮报11号也引述来自乌军事情报局的信源说，叶夫梅诺夫被证实已卸任俄海军总司令，并声称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决定。至于具体原因，该消息人士称，最后一根稻草是谢尔盖科托夫号被毁。 当地时间3月5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消息称，乌特种部队当天凌晨在kerch海峡附近海域使用无人艇对俄黑海舰队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进行了打击，后者舰尾右舷、左舷被击中。
据今日俄罗斯援引英国《泰晤士报》2月28号报道，英国国防参谋长托尼·拉达金是帮助乌克兰制定对俄作战计划的关键人物。据称，他介入策划了击毁俄罗斯军舰以及解除俄对黑海封锁的军事行动。俄方官员指控，英美共同向乌提供目标，俄舰艇坐标实际上是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有分析就指，乌军仅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对黑海舰队和克里米亚的袭击，其偷袭行动之所以屡屡得手，恰恰是因为得到了北约情报体系的支持。如果俄罗斯无法就北约的抵近侦察拿出针对性手段，仅想着撤换俄海军和黑海舰队司令，完全是治标不治本，难以真正解决问题。2024年全国两会闭幕，连日来，全国两会受到海内外各大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关键词持续引发热议。国际舆论认为，透过两会窗口可以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读懂真实的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大会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成功激励着亿万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新华社社评认为，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文章提到，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把14亿多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不竭动力和澎湃活力。深圳卫视注意到，外国媒体对中国两会的关注也持续升温。多家外媒指出，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世界将继续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China's annual legislative meet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wrapped up after a week of high-level meetings focused on the economy and beyond. The tightly choreographed event is a rare glimpse into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尼日利亚媒体《领导者报》也对中国全国两会闭幕进行了报道，并强调称，世界将继续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该媒体援引分析称，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所起到的作用可谓不言而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研究还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美联社报道称，中国的这场年度会议展现了对中国国家发展愿景的支持。法国24小时电视台指出，全国两会是中国2024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涉及经济发展、军队现代化、外交关系等议题。其中，通过新质生产力、新三样等关键词，可以了解会议议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彭博社则在报道中梳理了中国全国两会的关键词，指出这些词语有助于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未来的优先事项。其中，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率、高质量特征；而人工智能+则是通过深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指出，经济议题贯穿今年的两会，除了政府工作报告外，大会期间举行的经济、外交和民生3场主题记者会都触及经济话题。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称，两会高度聚焦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更强调科技攻关，下阶段的中国经济有成长机会。The week-long event was filled with high-level meetings that have been dominated by the economy. 新加坡亚洲电视台记者在总结式报道中还特别提到其参加广东省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的经历，表示这样的团组活动让大家能够知道现在中国的发展如何。他认为这是很好的开放心态，有助于包容接纳更多外界意见，提升自己的发展。So there are macro polic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se macro policies play out on the ground level. I attended a couple of provincial meetings during the 2 sessions, and one of them was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meeting. And, you know, overall delegates are supportive of the policies, even though they are going to be under pressure to deliver on those growth targets. A whole tre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re looking at high-end manufacturing, a focus on smart as well as green industries, as well as
building the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tap on foreign trade investments. 深圳卫视注意到，广东省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共吸引了102家媒体、225名中外记者到场报道。团组开放期间，代表团特别邀请媒体区的摄影摄像记者进入代表发言区拍摄，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好评。英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向深圳卫视表示，1年1度的中国全国两会是中国民主的生动体现。Created a totally new possibility, which is a global orde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ill be based on a global majority, not a global minority. What we're moving towards now is a major democratiza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But to get there,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some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but the general process, the general trend of history is very positive. 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向深圳卫视表示，这一目标务实可行。It's also in line with what China's been doing since 2020. When it adopted the latest 5-year plan, discussion of that aimed to double GDP between 2020 and 2035. That would require 4.7% growth to be hit each year. So coming at 5%, yeah, this is entirely realistic.